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快乐时抱着时，那时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你只可听到我大笑聲，哭泣也未放聲，講不出聲，講不出聲，任由自己半夜驚醒。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於是才遺忘本性。大豹，大豹，喂，起来了，做运动，我跟你去耍剑。起来了，大豹。大豹，大豹，不是你没事吧？大豹，大豹。哎，有什么事啊？能吃能睡，没那么快走。找我有事吗？你吓死我了！没事就做运动，去耍剑吧。啊，好啊，精神不错。哎，哟。走了走了，快点！大豹，大豹，你没事吧？大豹，唐先生，你中风的位置就在脑干附近这个部位。行了行了，你不用告诉我在哪个位置，你只要告诉我，我最近频频中风，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个问题呢，相信没人可以回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你要尽量保持心平气和嘛。不错。妈，唐先生，我不妨碍你们了啊！谢谢徐医生，不客气。谢谢。你还来干什么？走啊！这里不欢迎你们，滚呐！你这是什么态度啊？现在我老公病了，我这个合法的妻子来看看他是不是都不行啊？啊！哎，让他们看，让他们看啊！别吵别吵。怎么样，姐夫，好点没有？人家。我今天除了来看你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这几天我思前想后，想起来这30多年你对我的恩情，我发现，原来我对你还没有忘情呢。所以我决定了，暂时不会跟你再提出离婚了。好啊，好。既然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大家还做一对恩爱夫妻。唉，不过我最近真是觉得很感叹。尤其是看到这个家让人这么个说法，你有没有看这一期的《传真周刊》呢？阿波啊，拿给你姐夫看看。哦，姐夫，你看看，你看看这标题啊，鲍鱼世家争产大风暴，30年恩怨丑闻大揭发，写的这么缺德啊，真是啊！收起这本杂志，干什么？收起来啊！不止标题呢，内容更恶心啊！你看看。就像长篇电视剧一样，还画出了人物关系表呢，还说谁恨谁呀，谁跟谁有过节啊，安逸欢心啊，4个人全都登出来了。喂，你够了吧？喂，为什么喂？你走不走？你不走的，我叫保安赶你走。你赶我走啊？我是唐人家的合法妻子，我们刚刚冰释前嫌，不再离婚了。你试试赶我走，我马上召记者过来。到时候，他们又有多些内容可以写了。好啊，看谁不要脸啊！别这么激动了，给人把这本书扔了，扔了，扔了它有什么用呢？瞒得住这件事吗？外面还有2万多本呢，到处都有得卖。没有常在新的日子，第857天，晴天。我今天收到国际法律界年会的确认信，我居然拿到杰出青年法律人银奖。泰跟高等他们好像比我还开心，非要我去卡拉 OK 庆祝。其实我没什么心情去，不过我突然之间想起，这可能是个机会，让我看见常在新。
你真的很棒，恭喜你。谢谢。陈德新，你怎么换车了？撞了车，车头扁了，送去修理。随便找辆车先开着。不用问，你撞车准是开车的时候又想公事了。是，不过我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扣了3分，还要花2万多修车。别提伤心事了。这么好找我吃饭？谢谢。什么官司这么麻烦？比打赢大酒吧还麻烦。差不多了。有个19岁的年轻人是轻度弱智，他误交损友，跟着黑社会混。2个月前，那帮黑社会在公园强奸了个女生，他本来想走的，他们不让他走，说他走了就不是兄弟，所以他只好转过脸站在现场。但后来警察抓了他，律政署还告他强奸。律政署也没做错，他没离开现场，也没阻止此案发生。但是他是轻度弱智啊。上个星期，这个年轻人还看不开，觉得很惭愧，在拘留所自杀。我不想眼睁睁看着他坐牢。Alfred， 你想想办法，帮帮忙啊！常在信，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做律师跟做医生一样，不可以感情用事，要不然很痛苦的。好，我不感情用事，不过我身为他的代表律师，就要尽力帮他洗脱罪名。放心吧，我会帮你想想。你快看资料。我知道，老天。我现在赶回来了，拜拜。发生什么事了？有个大官司，证人突然改口供，现在很麻烦。那你先回去吧。我再问你几句。那个当事人，你说是轻度弱智，他没有做过 IQ 测试，几分？有59分，很轻度的那种。那他背对着黑社会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没有，他当时很害怕，只会哭。他们距离多远呢？10尺左右。10尺这么近，很难说服法官说他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不要紧，我帮你想想。我现在回律师行，你去哪儿？我送你。不用了，我还要去荔枝角拘留所见一个 client。我一想到马上告诉你。好啊，谢谢你。拜拜。10尺距离。喂 ，Alfred，你在哪儿啊？大家等你开会呢。很快，10分钟吧。那好，你快点吧。OK。10尺，轻度弱智。发生交通意外，现在非常堵塞，各位行家请改用其他道路。收到，收到，谢谢啊。小姐，我们要上天桥，走另外的一条路，因为田美道呢有一宗大交通意外，那边大塞车。好啊，知道是什么大交通意外吗？听行家说，有个冒失鬼冲红灯，撞向一辆计程车，还翻了2个跟斗，真是害人害己啊！你知道是什么车吗？听说是银色的小轿车。司机大哥，麻烦你去天美道。不好意思，让让，不好意思。小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警方在执行任务啊。总台交通意外现场，因为一辆计程车跟一辆小轿车相撞，而计程车司机和一个中国籍男子受伤，麻烦你召救护车到场，谢谢。哎，小姐，小姐，干什么？警方执行任务不能过去。小姐，小姐，我只想问问，夹在车里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不是一个年轻人啊？总台 confirm TAVI location， 甘诺道中左转天美道，桥底位置海旁方向 over。先生，先生，我想问问，刚才撞你那司机是什么人啊？是个小伙子，真神经病！红灯嘛，他看都不看就冲过来。小姐，小姐，你让我进去！小姐，你不能进去！现在不能进去！小姐，你不能进去！你让我进去！在这待半天，不能进去！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小姐，常德新，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哦，刚才在计程车上听司机说有个冒失鬼冲红灯，我以为是你。我是冲红灯了，不过我没撞车。我刚才看见一辆计程车撞了，所以不放心回来看看。那你还不回律师行？
我现在就回去。你别忘了帮我想官司，可你千万不要再冲红灯啊！知道了，先走了。哦。蔡律师，真是麻烦你了，要你来医院给我改遗嘱。不要紧，唐先生身体没什么吧？没什么，谢谢关心。哎，弗兰西斯，来，哎，这个年份最合适你。来，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啊，没事吧？我刚才打电话给志欢，他哭着来劝我，叫我住手啊。他跟我说，唐人家立了一份新遗嘱，1分钱都不分给我。不用怕，冷静一点。我记得了，戴律师他去温哥华之前他说过呀，只要你跟唐人家注了册了，就算他1分家产不分给你，上了法庭也都打。我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跟我结了婚，1分钱都不给我，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我告他告上终审法庭，让他们唐家家无宁日啊！是，放松点，放松点。哎，做人呢最重要就是放松。来，喝杯酒啊！来，弗兰西斯，可不可以先给我100万？为什么？你上2个月不是跟我要了50万吗？那些都是我的私房钱呐，是我在唐家的积蓄，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乱挥霍？我不是挥霍呀，我拿去内地做生意嘛。哎呀，已经入了货了，商品局不批这个牌子，货都压在那儿了。现在那3亿还没有到手呢，你搞什么生意呀？我跟你说过的，你没反对啊。我求求你不要再给我惹这么多的麻烦了，我就快崩溃了。我又要跟记者打交道，又要跟唐人家他们斗智，你在背后什么都不做，就会10万的要钱啊！哇，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说我没有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你有精神压力，我就没有精神压力吗？我每天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要不是我的妙计，你能跟唐人家注册吗？你能坐在这里等分身家？你有我为这段感情付出的多吗？我全都豁出去了，几乎跟所有的人都翻了脸啊！最惨的就是，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快不认我了。我现在跟他没有话说了，通电话说不上10句，他就挂断我的电话。范，别着急，等戴律师回来，唐人家那边呢一定可以解决的啊！别哭。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863天，雨。糟了，已经是深夜3点了，还没想到什么办法可以帮常在心打赢这场官司。我忽然想起那天在撞车的那条马路，常在心看着我的眼神，他还是喜欢我的。不如你鼓起勇气跟他说对不起，他会原谅你的。这样吧，交给天决定。如果明天还下雨的话，我就去跟他表白。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864天，阴天。今天一天都是阴天，一直也没下雨。我心想算了，上天叫我不要说了。谁知道突然下雨，我开心的就像小孩子一样的笑。经理他们都不知道我笑什么。我马上打电话给常在心，约他出来。我告诉他，他那个官司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抛，但是他还没给我压力，还叫我放松一点，慢慢想。他还跟我讲了一些他上庭有趣的事。这傻妞他说有一次，当他讲结案陈词的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发现自己的裙子没拉链，其实也不是真那么好笑，可是他就笑得好像停不下来，全身颤抖。我终于没听上天的话，跟常在心表白，希望他原谅我，因为我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我不想再提以前的往事。我怕他哭，我舍不得他哭。程亮，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帮常在心小气泡，帮那个轻度弱智的男子洗脱罪名。19岁，当时距离强奸的那帮人10尺。进来，大豹，你看谁来了？哎，常在心，你怎么来了？抱抱，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常在心了，小豹的红颜知己。是吗？伯父、丽姨，常小姐可本事了。上次她在法庭上问的那个阿琴呢，哑口无言。常在心，我跟他见过面了。常小姐啊，小豹他经常在家里说常在心这个，常在心那个，说的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多熟。他也经常说大豹这个，大豹那个。我早就想来看你了，伯父。哦，嘿嘿，谢谢关心，不用叫伯父这么客气，跟小豹一样，叫我大豹就行了啊。好啊，大豹。乖。大豹，怎么样？
常在心她漂不漂亮啊？是不是还可以呀？常在心不是还可以，非常可以，是你不可以。你真没趣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常在心这么好呢？是因为我跟他配。俊男美女，美女俊男。是，俊男美女就没你的份儿了。野兽与美女就差不多。不用理他了，常在心。怎么样？我大豹他英不英俊啊？他的模样可不可以啊？你就是还可以吗？那大豹是很可以，比你还可以的多呢。所以律师说话就是不同，他们只说事实，不说废话。哎呀，常在心啊，其实很久以前呢，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你，跟你追债，那次骂得你狗血淋头，因为那时候我误会了你，真不好意思啊。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大豹啊，我的名字叫常在心，不是放在心。不过你记性真好，这么久还记得。哎，有时候真是嫌自己的记性太好了。如果记性没那么好，不就可以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哎呀，大豹，还有开心的事呢。叫 Jackie， 快告诉他，快点，告诉他。老婆，什么事这么神秘啊？啊，说。抱抱啊，平时大家都叫你大豹抱抱，很快呢就有一个小孩叫你爷爷，豹爷。喂，你们两个又有宝宝了？是啊，恭喜你们啊！谢谢。哎呀，这次真是不行，很久没有又有烟花放啊！哎，你们两个这次真给唐家带来了大喜事啊！你这个小子啊，你说酒楼忙，还有这么多时间做人。爸爸，我知道，什么的时间都是做人了，没有时间做生意。哎，好了，哎，大家都在正好，快给我孙子起个好名字啊！你们大家一起帮我想想。哎，常小姐你在这儿也正好，你读的书多，给我孙子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呢，最好一定要有个和，或者是有个兴。家和万事兴啊！最重要啊！哎呀，那很简单，唐和兴不就行了？嘿，唐和兴要有啊！嘿，不如唐家和。唐家和，哎，不行，好像卖凉茶的。哎，抱抱，那就配你吧，浮夸一点，就叫唐皇，富丽堂皇。唐皇，多不吉利啊！那彷徨，不行，那就用你最爱说的叫唐无性吧。不行了。哎呀，你说话真无性啊！抱抱，这样吧，如果是女孩子呢，就叫糖水吧。糖水够甜啊！如果要够甜的话呢，就叫糖莲子吧。水。哎，我想到了，这个名字可厉害了，就叫唐三藏。唐三藏，你想让我儿子刚生下来就让人取笑唐三藏？这个名字留给你自己儿子吧。哎，不用，我早就想好了，将来我儿子呢，他就叫唐可以，最配我，还可以牵着唐可以，不就可以傻的牵着傻。哇，说什么你这个名字说得很好啊！喂，好了，别玩了啊！哎，现在是起名字啊！你们挑起我这根筋又不正经，那一起正正经经的给我孙子起个好名字啊！哎，一起快点想啊！还有几个月才出生呢，不用这么急。哎，不行，一定要起个好名字啊！那安逸欢心4个字多有意义啊！我孙子呢也一定要起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哎，快点想啊！姐夫啊，你身体不好，别这么费神。不行，没时间了，一定要快点想才行啊！唐，哎呀，没时间了，一定要快点想。唐，没时间了，快点想。唐人家那份新遗嘱，说1分钱都不会分给你。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今天早上问过许医生了，他说唐人家昨天在厕所里摔了一下，晕倒了，现在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呀。那就行了，唐太太，你放心，这个情况呢，可以推翻这份遗嘱。例如立遗嘱的人呢，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之下立遗嘱，又或者是立遗嘱的人被人威逼利诱、煽动或者唆摆。你刚才不是说他那4个孩子经常在他身边围着他，不让你靠近他吗？是啊，将来我们就抓住这个要点，说他的孩子控制住唐人家。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你们现在马上去医院把唐人家接走，就说要给他转医院。但是他们一定不会答应啊！不答应就马上报警啊，去警局备案。
说他们霸着唐人家，将来上了法庭，我拿着那张备案纸大做文章啊。常在心，今天跟海可以通过电话，他说伯父昏迷，所以我过来看他。我带了些蛋糕，你们一直在这儿，应该饿了，吃点东西吧。谢谢。谢谢。知心啊，别这么担心。怎么样，伯父的情况怎么样？大宝还在昏迷状态，他偶尔也会醒一醒，说句话。医生说他的情况还很严重。你们几个还是不是人呐？唐人家昏迷了，也不给我这个老婆打个电话，是不是不想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啊？如果唐人家就这么去了，你们这心里过不过意得去啊？你别再惹事了。来，过来吃蛋糕。亲家公现在怎么样啊？还没醒啊？医生怎么说啊？是啊，医生怎么说呀？严不严重？有没有生命危险啊？够了，别再胡说了，好不好 ？Jackie， 不要理他们，我们继续吃蛋糕，别让这些人影响我们的胃口。这么喜欢吃蛋糕啊？由得他们吃个够啊！阿波啊，给你姐夫办出院手续。阿邦，你看看外面有没有轮椅，我们接人家走。哦，你说什么？谁说要接抱抱走啊？唐人家的老婆，你小妈我说的。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做人家的儿女的，家里又不是没有钱，给他住这么一间这么垃圾、这么简陋的医院，私家看护也不请一个。我现在要接他去山顶的那间医院，我给他找一个私家看护照顾他。还有啊，我打了电话去国外了，找了一个最出名的脑科医生回来，专门医治他。姐夫有没有外套啊？外边天凉，我怕他出院的时候再着凉就不好了。没有的话呢，先穿我进来。你试试敢动抱抱，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打我，看我报不报警？来，郭舅舅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说你也是我们亲戚？我当然知道我们是亲戚了。从姐夫冤枉我跟高利贷合谋绑架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是好亲戚，亲上加亲的好亲戚。阿波，不用跟他们说那么多，马上出去办出院手续。阿邦，在，帮我扶起人家。哦。谁敢碰大豹，我立刻打电话报警。你报警啊？正好，我也正想报警呢，告你们禁锢我老公。人情、法律、天理都是这么说的。一个人最亲的是谁呀？就是他的老婆。我是他的合法妻子。阿波，把唐人家扶起来。好，滚开啊！别动手啊！阿波，给我打电话报警。唐太太，在你没打电话报警之前，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在法律上你的确是有权这么做，但是海可以和丽仪也有权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你这么做。他们有什么权利禁止老婆送她老公去别的医院呢？还可以，你不用跟他解释这么多。你现在马上问问医生，如果医生说病人根本不适宜转院，这就是理据。丽仪，你刚才不是说伯父有时会醒过来吗？如果他醒了，你问问他的意愿。如果他不想走的话，就没人有权带他走。我明天就去法院申请禁制令。你，娇娇，你看着大豹，我去找医生。好，不用找了。我以唐人家主治医生的身份跟大家说，如果现在谁移动唐人家这个病人，就等于谋杀。还有，这个病人的病情很严重，这房间不是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你们全都出去吧。大宝，爸爸，爸爸。大宝，大宝，你怎么样？哎，怎么那么吵啊？你们吵什么呀？啊？哦，我们在想起什么名字好啊？啊，是啊，起名字。哎，正好，我刚才也在想起什么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唐志聪；女孩呢，就叫唐志敏。聪呢，就是聪明的聪；敏呢，就是聪明的敏。人家，我是阿晴，我来了。哎。常在心，你怎么也来了？大豹啊，啊，你想不想转到另一间医院？哎呀，好好的转什么医院呢？徐医生看了我几十年了，干什么转医院呢？唐太太，你听见了？他不想转医院，他本人的意愿在法律上大过任何人所说的话。阿波，我要开记者招待会，有人禁锢我老公，逼他写遗嘱啊！大豹，你不用理那个女人的啊！你们一家人聊聊啊！谢谢你，徐医生。谢谢徐医生。
7月7日，阴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对那个唐太太这么凶，我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有勇气。这勇气是不是 Alfred 给我的呢？我是不是应该原谅他了？我明明跟自己说过1000次不可以再跟这男人在一起，我现在怎么又会这么想呢？唉，我从来没见过还可以这么憔悴。他为了这个家真是撑得很辛苦。我一个人在街上走，我漫无目的的走，我竟然又看见水白白，但他还是没有看见我。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不会跟他说话了。这次他又跟那男人在一起，难道他跟那个副机师感情破裂？难道他离婚了？我竟然开始有点担心水白白。后来我上了小巴，电话又响，直觉告诉我是 Alfred 打给我的，他约我出来谈那个官司。Alfred 帮我想了很多 point， 他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说，我连记也记不下来。这个 Alfred 真的很聪明，他想事的角度是其他人从来没想过的。以前我很讨厌 Alfred 说我蠢，为了这个原因我们经常吵架。但是现在再想起来，跟他相比，我真的很蠢。我看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他一定是帮我想了通宵。喂，常黛欣啊，我找到2个案例，跟你打的那官司很相似。不过这么晚你不要出来了，我拿着你家给你看。现在这么晚了，明天吧。不要紧，我开车过来了，很快到。那好吧，一会儿见。拜拜。拜拜。爸爸，妹妹呢？妹妹还没回来啊？回来了。你哥回来了，过来坐下来聊天。来，过来坐。哥，你怎么回来了？这里是我家嘛，我喜欢回来就回来了。你做了大状，看不起哥哥了。你还知道这里是家吗？你要知道的话，就不会半年才回来看爸爸了。爸爸，该吃药了。那常黛欣，大哥想跟你商量点事。那我直接跟你说啊，我现在呢是唐太太的私人助理。唐太太是谁？你知道了？唐太太稍后呢要跟唐家打一场官司，她吩咐我跟你说，不要再管唐家的事。大哥知道你有本事，那不过上次呢你打赢那个戴律师呢，你走运，谁不知道啊？那小子在你背后帮你呀，不然哪有这么走运呢？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妨碍司法公正了？兄妹俩何必这么认真呢？妹妹，唐太太吩咐我做的事，叫你不要再接这场官司，这么小的事我都做不到，我回去很难交差的啊！妹妹，是不是啊？哥，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爸爸吃完药要睡觉，麻烦你走。爸爸起来。你知不知道人家赢了这场官司能拿多少钱呢？3亿呀！好，我也不怕跟你直说吧，唐太太答应全力支持我做生意。这场官司赢了以后，我们就正式注册结婚，她的钱就是我的钱呢。你跟那女人做过什么？我不想听，我听了就想吐。我认为是对的，我就会去做，还会做到底。你也知道，你哥哥这辈子都不走运呢，刚刚才走上运，你当妹妹的也不帮我，还破坏我。我念亲情才跟你说呀，人家有的是钱，一个电话可以吊销你的牌，要不然梆的一声，让你横尸街头啊！哎呀，阿德，你干什么一回来就这么吵啊？你吓着爸爸了，麻烦你走啊！傻丫头，大哥来教教你，断人一时犹如杀人父母。你现在等大哥发财，也就是断我一时，杀我父母。臭丫头，你看什么打你妹妹？爸爸，你给我走开！你别管他！3亿呀！我一辈子都赚不到3亿呀！我警告你，别挡我财路啊！你记住啊，不要帮人打官司，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我说了，走开！听见没有？我打电话报警，吊销你的牌照。我还没告你恐吓伤人呢，马上给我走！你听着，你再管这个官司，我要你小命！哎，这个阿德，哎呀，他
他疯了，他疯了。风伯没事了。常乃馨，你今天跟风伯去酒店住一晚吧。我们不怕他，他试试再来，我马上报警。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个这样的哥。没事了吧？没事了。常乃馨，你哥有没有再回来啊？没有，不过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吓着了，一睡着就惊醒了。如果你哥再回来恐吓你的话，你记着千万不要跟他吵。家里就你跟风伯，有什么事的话，你们会很吃亏。我知道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晚会失眠。最近的官司呢又这么棘手。不要紧，如果我真的睡不着的话，那我就不睡觉，看看你给我的案例了。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不要再想你哥哥的事了，也不要再想官司了。我已经想到一点眉目，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傻妞有什么事啊？傻瓜也会帮你挡着的。你早点睡吧，你也不想做熊猫大壮吧？拜拜。拜拜。黑社会跟他说，如果他走了，就不是兄弟了。没有常在心的日子，第871天，晴。今天我终于见识到常在德他怎么无赖。想不到过了2年，他一点也没变。可是我跟常在心就已经不同了。常在心比以前成熟了，坚强了。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他哥哥吵架。我开始明白常在心以前的感受。已经有个这么不争气的大哥，还被男朋友骂，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很难过。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多体谅他。不过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我们以前每次吵架，说真的，我真觉得自己没错。我以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常在心好，我是关心他，所以才骂他。但是原来我根本就不懂，怎么才是对一个人好。对不起，常在心，当你真很喜欢一个人，无论你已经为他付出了多少，你也会觉得不够。你很想用你一生所有的时间来对他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7月15日，晴。今天下班，我有走到西环码头。其实这2年都是这样。自从跟 Alpha 分开之后，我好像养成了这个习惯。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看着海，想起那天。每次我看到海上有东西飘过来，我都会想，会不会是那个刻着常在我心的贝壳飘回来呢？我真的很傻，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无法再挽回，就算真想挽回，都已经太晚了。常在我心可能已经沉下大海，有可能已经飘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常在我心，你在哪儿啊？你会不会想起我？我还在不在你的心里啊？艾弗，你有这么多官司，还有这么闲情逸致来潜水？你不要管我这么多了。总之，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陈在心，在心，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你能不能让我搂搂你啊？在心，我们2年没见了，
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露营，我们可以用一根牙刷，我们还经常通电话，也说不完的话。在信，你知不知道这2年我真的很想找你，但是我真的怕你还不原谅我，我怕你还在生我的气，你明白吗？一直以来，以为最惨的一个人就是我，不可以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原来不是。原来失去最重要的朋友，那种痛跟失恋一样痛。唯一不同的是，失恋可以失很多次，以后会慢慢不痛。但是朋友我只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只有你一个在线。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求求你！只是几天前我看见你2次。你跟另一个男生在一起，水拜拜，我们长大了，你不可以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你已经结婚了。其实我2年前没有结婚，我骗你，是因为我不想你误会，我跟 Alpha 还有关系，所以我跟你说，我要跟 David 结婚。我真的不想你再误会，我跟 Alpha 还有任何瓜葛，我不想再造成你们之间的障碍，你明白吗？在信，你为了我去了美国2年，在信，你原谅 Alpha 吧，我真不想看着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因为执着而放弃自己最重要的。我知道你还很喜欢 Alpha， 原谅他吧，在信。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在心。水拜拜。If you wander off too far,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follow the wrong star, my love will get 走 you 开 home. 就不 If 是 you 兄 ever 弟， find yourself 走开就不是兄 lost 弟。 and all alone,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喂，怎么样啊？喂，先生，你怎么样啊？慢点啊！慢点！你慢点！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红灯也冲，这次撞不死你啊，算捡回条命啊！你怎么样？喂，你干什么呀？喂，警察局啊，这发生一宗交通意外啊，有个男子受了重伤，快派救护车来吧。龙汇道啊，是啊，对，喂，先生，你去哪儿啊？喂。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常在线 Alfred， 是你啊！我刚才发了封 email 给你，你快点回去看啊！我还没到家呢。我本来今天有2样东西要送给你，不过现在只有1样。为什么？先送1样吧。我想到一个 point， 你照着这个 point 打，
一定可以。我拿着笔呢，你说。你以前不是说过，那个轻度弱智的男子，他案发前几天，那帮黑社会问过他，说当不当他们是兄弟？如果当的话，只要听他们的话，要不然就砍死他全家。是啊，他是这么说，那有什么用？如果把他们之前所说的这番话，再和案发当日连在一起，那也就是说，他们跟他说，我们现在在犯案，如果当我们是兄弟的话，你就不要走开。如果你走开的话，我们就砍你全家。由于他当时是被人恐吓，他是被人威逼的情况之下留在现场，所以不应该判他有强奸罪。Alfred， 你好棒啊！我能帮你，我就开心。你记着抓住这个炮去打，打赢给我看，知道吗？这首歌很好听。常在西安，我要专心开车了，回到家里再打给你。拜拜。拜拜。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ke